我谢玉明曾为丞相府长女，为替妹妹谢玉芝求取治脸灵药，舍未来皇后之家，散布穷苦，图实利，可换来的却是他亲手杀害了我的生身父母。爹，玉芝，你可知父亲为何收你做义女，还养了你下贱的爹娘，为的就是让你对相府感恩戴德，心甘情愿为我铺路。长姐，将你这张脸还给我吧。你且安心，待到明日封后大典，我替你母仪天下，宠冠后宫。以后你的脸就是我的。这皮囊真好。我给你一次报仇的机会，你要不要？你本为丞相府嫡女，即将封后母仪天下，却在入宫前夜被活生生剥下面皮，和顶妹换了脸，让她顶替你，成为中宫皇后。我不甘心。我可以帮你，但前提是，你得对我唯命是从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他人夺了你的脸，我便给你一张新的脸，助你复仇。挖去腐肉，不过是个开始，接下来才是真正的地狱。过了这一关，你将获得永生。半年后，你随选秀入宫。届时，你想怎么报仇，如何报仇，都随你心意。但是，你……我想问，您为何帮我？丞相府将我妻儿抽筋剥骨，为的就是逼我给那丞相府的庶女换脸。我要亲眼看着丞相府家破人亡，死无葬身之地。我既重活一遭，宁可我负天下人，也绝不会再让天下人负我。既然如此，
我有几招传授于你，助你在这深宫之中彻底站稳。你且看好。大师，这是何幻术，竟让人如此迷离，捉摸不清。半年之期已到，你已大成，我再送你最后一份礼，方能进宫复仇。穷姑姑，穷姑姑，穷姑姑，太好了，你还活着！小姐，是你吗？是隐士在乱葬岗救了我，他跟我说了一切。小姐，您受苦了，奴婢愿助你一臂之力，绝无二心。去吧，别忘了我们之间的约定。今日之后，世上再无丞相府之女谢玉宁，只有中州长史之女宋贤思。昭儿，如果真的是你活过来了，该多好啊！一入宫门深似海，行差踏错误终身。这天底下最顶尖的姑娘都在皇城，往后要克己守礼，方能承蒙圣恩。宋才人，你怎敢直视皇后？你不想活了你？何人竟敢冲撞皇后一丈？婢妾昭华殿才人宋氏，参见皇后娘娘。听闻皇后娘娘为前朝之事忧心，特来自荐。婢妾从小学习幻术妖舞，定能助娘娘一臂之力。幻术、妖舞，尽是些上不得台面的东西。你可知，冲撞本宫乃是死罪？你给本宫一个不杀你的理由。嫔妾惶恐，嫔妾只想在这深宫里活下去，请娘娘相信婢妾。婢妾唯愿助娘娘一臂之力，就算是赴汤蹈火，也在所不辞。卖忠心的，本宫可见得多了，但愿意给本宫当狗的，倒是头一次见。想要侍奉陛下，
光靠忠心可不够，脱衣量体。来人，拿量尺来。皇后娘娘，这公道之上，人来人往，当众给宋才人量体，老奴不好交代啊。本宫是中宫之主，除了陛下，你只需向本宫汇报即可。不量，本宫怎知你是否够格服侍陛下？脱！脱！量体，那可是当做脱了衣服丈量尺寸，这要是传出，他该如何自处？太惨了！嘘，你看不出来皇后娘娘是故意罚他吗？他这是自己找死。闺阁子女之身不可外露。是啊，这是要毁了宋才人。要是我，早就自缢了。哎呦，这哎呦，看，皇后娘娘的吩咐谁敢不从？她好像是正六品中州长史的女儿，这种屈辱都能受得住。怪就怪他自己愚蠢，果真上不得台面。很好，带下去吧。今夜证明你的价值，本宫就考虑收了。多谢皇后娘娘，婢妾这就去准备。起轿。是一只听话的狗。谢玉芝，你且珍惜你的皇后之位，往日之仇，今朝之辱，我必100倍、1000倍奉还。这曲子弹得不错，看来贤妃着实是下了一番功夫。贤妃娘娘为了此曲，经常研习到深夜，对陛下之情可见一斑呢。陛下谬赞了，臣妾宫里正好准备了几道江南小菜，晚上可否请陛下去小酌几杯？陛下若是不去，臣妾可就要伤心死了。贤妃天真烂漫，难得入宫多年还是孩童心性，真叫人羡慕得起。若论年龄，
皇后娘娘好像更胜一筹吧？陛下，臣妾也准备了一舞，不妨看看。皇后娘娘何时习了武？本宫怎不知？可别坏了皇上兴致，贻笑大方啊！此舞另有其人。小姐，今日舞弊，你不过是讨好了皇后，可今后你要如何复仇啊？今晚只是个开始，此后我要借敌人之手，扶摇而上。这就是皇后精心准备的舞。哼，臣妾觉得还没有4乐坊的舞姬跳得好。这舞啊，看着就像青楼舞伎，上不了台面。确实有些差强人意，皇后。好香的味道。我爱着你，种一片玫瑰送你，好在不起，好看。你过敏，因为爱你，送一片金桔给你，你怎能辜负我的好意？我爱着你，送一片金桔给你，要留住你，所以遮住你眼睛，不想离去，就让你半梦半醒，将我的玫瑰藏进我人心。此舞不凡啊！这般绝色又惯会勾人的狐妹子，断不可留。我爱着你，哦，对不起，因为爱你，为你。追寻你的方向，一路飞翔，用尽全身力气，最后回望，你是我绝望中生着向往，一生万，一念长，只为遇见你，一生遥望。成为黑暗里行走的光。竟有如此玄妙的舞蹈。皇后娘娘这才是真的费了心思呢。雕虫小技罢了，怎及娴妃娘娘办法？只为遇见你，一生遥望。成为黑暗里行走的光。皇后费心思了，这是新入宫的，朕之前没有见过。臣妾只是中军里，跳舞的是新进宫的宋才。你且上来，让朕瞧瞧。
婢妾昭华殿才人宋氏参见陛下和皇后娘娘。方才那蝴蝶是如何凭空出现的？婢妾年幼时和游方道士学了些幻术，技艺不精，只能幻化蝴蝶。用狐媚之术争宠，臣妾瞧着此人心思不善，别长此以往，带坏了后宫风气。扰了贤妃娘娘的雅兴，是婢妾的错。能让朕眼前一亮，你何错之有？贤妃，你该收敛些了。羊车望幸，结果已定。陛下今夜速蓬莱殿。陛下，陛下！您这是做什么啊？等陛下来昭华殿。已经过了羊车望幸的时辰，陛下肯定宿在了别的寝殿，怎么会来我们这里？不，陛下一定会来。皇上驾到！陛下，陛下，宋才人。陛下，宋才人听着魏绵生说，嫔妾名唤贤思。锦瑟无端50弦，一弦一柱思华年。倒真是个好名字，真是一张绝世的容颜。只可惜沧海桑田，红颜易老。陛下，若想让婢妾的容颜永久陪伴，婢妾倒是有个好办法。
好吃，你尝尝。哼，皇后手底下的人竟这般不懂规矩，莫不是仗着圣宠，恃宠而骄？贤妃是说宋才人吧？陛下留了他不让走，不来请安也是正常。什么？这狐妹子竟然留宿！哼，当真是坏了规矩。皇后娘娘也不管管吗？天子之命，本宫一介妇人如何管得？还不是那狐妹子会勾引人。她不仅会幻化蝴蝶，她昨天还在陛下身上做美人图呢，那笑声夜半都听得见。圣旨到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借宋才人为婕妤，封号纯，赐居昭华殿。娘娘请起。老奴告退。臣妾身子不适，先告退了。臣妾也身子不适，先告退了。臣妾也先行告退了。娘娘，既然您已经给了纯嫔一个机会，那您为什么让我将这美人图的事情告诉她？这贤妃心眼子那么小，肯定不会放过纯嫔的。做本宫的狗，只听话可不够，还要够聪明，要让他觉得本宫是他唯一的靠山。隐士给的这焕颜粉甚是好用，眼瞧着您换脸的痕迹都快没有了。贤妃娘娘到！狐媚惑主的东西，就凭你也敢损伤陛下的龙体？哼，你别以为投靠了皇后就能高枕无忧。昨晚缠着皇上不放，连本宫的恩宠都敢抢。本宫身为四妃之首，有的是权管教你。先帝曾立过规矩，不择手段争宠的后妃死。你说说你，本宫该怎么罚你？给脸上药，怪不得生了一副狐媚皮囊，原来是用了什么灵丹妙药。说，擦了什么药？贤妃娘娘，您就饶了婢妾吧，不过是普通的润颜粉，绝无其他功效。行，本宫可以不追究你这个，但你为何损伤陛下龙体？贤妃娘娘，婢妾虽渴求陛下怜爱，但从不敢逾矩，怎会损伤龙体，绘制美人图呢？哼，聒噪！谁给你的胆子，敢同本宫争辩？真是一点规矩都没有。唉，那就先打30大板，再送去冷宫，了却此生吧。贤妃娘娘，若无陛下皇后口谕，四妃不可处置后妃生死啊！放屁！贤妃娘娘也是你能智慧的。哼，今日本宫就非要她的命不可，好让后宫的嫔妃们看看，狐媚惑主是个什么下场。来人呐！纯洁宇，纯洁宇！哎呀！
娘娘，贤妃半个时辰前就已经去了昭华殿，还动了杀孽。贤妃真是越来越无法无天了。娘娘是否要起驾昭华殿？若真是打坏了纯洁鱼，还如何用它顾宠？打的也差不多了，是时候该去瞧瞧。你不是皇后的忠犬吗？怎么死到临头了，也不见他来救你？整个后宫唯有我圣宠不衰，敢夺我圣恩者，死！皇后娘娘驾到！皇后娘娘驾到！身为四妃之首，却动用私刑惩处嫔妃，贤妃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哼！宋才人留宿龙床，让陛下误了早朝，本就该罚。他偏偏还在陛下身上留下情迷秽物，如何不能杀？皇后娘娘，臣妾这是在替您肃清后宫，除不正之风啊！此事本宫自会禀告陛下。贤妃，你是想让本宫连同你一起禀告陛下吗？哼！多谢娘娘大救，婢妾敏感无内。你要记住，承宠便是树敌，能保住你的只有本宫。贤妃恃宠而骄，跋扈无度，是时候该消停消停。若你能在上元节宴拉下贤妃，本宫便允许你有一个孩子。臣妾遵旨。娘娘，皇后故意向贤妃透露您昨夜美身之事，让您受贤妃责问。您明明有数种解决的方法，为何偏让自己挨了板子？苦肉计向来好用，太聪明会被皇后怀疑，太蠢则不能为她所用。谢玉芝看似被圈养在后园，实则父亲为她请了最博学的父子，权谋征走，全都交给了他。他不好对付。还有贤妃，仅因恩宠就对我恨之入骨，但我的命岂是他想要就能要的？贤妃，你既视人命如蝼蚁，那不妨也试试当蝼蚁命由他人定夺的滋味。可您和贤妃的位分天差地别，又怎么能将她拉下水？他早已落入我的圈套。琼姑姑，焕颜粉还剩下多少？焕颜粉用量极快，您换脸时间不久，需要大师亲自查看后才能调配用量。那还能撑多长时间？最多到上元节当晚。以美身师做幌子，把大师带入宫中，切记不可被他人察觉。往后昭华殿掌灯时分便闭门谢客，谁都不见。是。
娘娘，说，奴婢亲眼所见，纯洁于与一男子在深夜独处，居然在美身。那贱人当真这般放了？奴婢不敢欺瞒，确实亲眼所见。狐媚，当真狐媚。哼，怪不得掌灯时分就要闭门，原来是存了这般龌龊心思。你继续给我盯好他。是。即刻写信回家中，上元节当日，本宫必揭穿宋贤思那个贱人的真面目。是。本宫要让你有来无回。皇后啊，这回你可要输给我了。贤妃深夜让人送了家书回将军府，似是要让他的父亲在上元节弹劾纯洁瑜。蠢货，本宫放任他在后宫嚣张，不过是一叶障目罢了。是，娘娘聪慧至极，贤妃越是嚣张，娘娘就越好下手。本宫在诞下皇长子之前，后宫绝不允许任何人有孕。此次上元节你看紧些，若有苗头就赐红花。是。宋贤思这条狗既忠心，又能忍常人之不能忍，本宫倒还瞧得上眼。可娘娘就不怕他暗藏心思？就算他心比天高，在本宫手里，也只能命比纸。哎，来，请。哎呀，丞相，先皇圣训，为君者每日必朝。我听闻皇后娘娘将一狐媚子送给陛下，竟耽误了陛下早朝。将军若真为国、为民、为君上，也不至于连失数座城池。
贤思，你的脸……糟糕，快到卯时了。糟糕，快到卯时。你这种情况实属罕见，我需要重新调配焕颜粉的配方。上元节卯时之前，你千万不可出门见人。卯时之后，我会想尽办法进宫帮你处理。切记。想来是怀了妆，容臣妾下去休养一下。宋贤思，今夜就是你的死期。大师，您快瞧瞧，我家小主的脸情况越发严重了。琼蝈蝈，你在外面守着，不能让任何人进来。是。这是新的焕颜粉。你的脸皮被剥之后没能马上换脸，所以新的脸皮不能马上愈合，重新上药即可。只是从今夜过后，你要答应与我双修，来弥补我内心的遗憾。将军，一切万事俱备。陛下，想必刚才那位就是以幻术妖物博得恩宠的纯洁鱼。先皇曾言，后宫争斗之风不可取，蓄意争宠之妃不可留。臣还听闻，这纯洁鱼胆大包天，竟在陛下龙体之上刻画美人图，此乃大逆不道，祸国殃民。陛下，今夜上元团圆夜，臣等恳请陛下斩杀妖妃。清君侧，请陛下斩杀妖妃。你们好大的胆子，敢跟起居郎打听朕的一言一行？臣不敢。或在陛下眼中，只是闺房之乐，可于天下，于苍生，绝非明君之所为。臣已向上头颅，恳请陛下斩杀妖妃。朕竟不知起居注可以让后妃大臣随意翻阅，前朝后宫牵连，尔等是想造反吗？尔等是想造反吗？若真有此事，是该罚。但仅凭一口空言就断后妃生死，未免也太武断了吧？陛下，若无真凭实据，臣妾兄长定不敢随意污蔑。臣妾听说那纯洁鱼最近在宫外请了美身师来，为的就是学习床帝之事，魅惑君上。什么？臣妾还听说，纯洁鱼与那美身师在偏殿中，臣妾也是为了陛下着想。口说无凭呢，贤妃，不得胡言呐。若陛下皇后不信，即刻就可前往偏殿一探究竟。只需要一盏茶的时间，脸部就能恢复好，以后只需要焕颜粉维持便可。小姐，奴婢看到正殿的仪仗动了，想来是陛下要来了。大师，可否加快速度？只能尽快了。小姐，陛下来了。还需要一盏茶时间。琼环，务必帮我拦住。是。奴婢参见陛下，美人正在侧殿更衣，等美人。滚开！陛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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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陛下！
陛下，您怎么来了？本宫果然没有猜错，你假借美身之名，在宫外找来野男人，为的就是学习床笫之事，魅惑君上。你好大的胆子！贤妃娘娘，我没有。此番作为和青楼妓女有何区别？真是荒唐。柔儿，你来说，每晚纯洁于掌灯时分就要闭门谢客，到底在里面做什么？回禀陛下、皇后，纯洁于让琼华姑姑请了京城最有名的美身师，每夜掌灯时分都与那美身师同处一室，连衣服都不穿。竟有此事！奴婢知道，纯洁于提前闭门，就是为了掩盖此事。美身在圣经女子中已不少见，或许纯洁于美身是为了博陛下一笑呢。若真如此，本宫何必大费周章？就是这个贱人，耐不住寂寞，与美身师苟且。依照后宫规矩，这等不知廉耻的女人，应该死。陛下，妖妃惑主，万万不可犹豫啊！纯洁于，你可认罪？臣妾无罪，为何要认？我没有。装模作样，死到临头了还在嘴硬。既然纯洁于无法自辩，那便褫夺封号，打入冷宫，容后再议。纯洁于性子胆小，许是受了惊吓。臣妾觉着，这里面定然还有蹊跷。这怎么会？陛下，民女那女子如何与婕妤苟且？从今夜过后，你要答应我，与我双休。先生，我就算换了脸皮，但我依旧是婕妤，而不是这张脸的主人。我是答应您唯命是从，但你若如此威胁我，我宁愿玉石俱焚。你最好想清楚了，如果你不答应的话，复仇的机会可就没有了。您甘愿妻儿被杀，我孑然一身，又有何惧？大不了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。我能冒险叫大师前来，既是做了万全准备。我故意设局，让贤妃以为抓住了我的把柄，实则我是为了今晚修复脸皮而拖延时间。大师，你且在这里躲好，等今晚事情过后，寻个由头出宫便是。美人在侧殿更衣，等美人。柳娘子，等下到最后一刻，你再公布你是女子的身份。好。将计就计，请君入瓮，这份心思倒是深得很，与我那长姐有几分相似。这屋内怎么会有幻颜粉的味道？难道她就是玉宁？不可能，玉宁早就被野狗分尸了。本宫当真是糊涂了。陛下，既然这位美身师是个女子，那便不存在私通一说。婕妤姐姐，这凡事可别太早下定论。这宫里哪有什么真与假，皆是谋略。你的意思是，本宫胡说八道了？若非如此，他为何每夜掌灯时分就要闭门？我看这美身师是另有其人。臣妾不知如何得罪贤妃娘娘，你为什么要这样诬陷我？贤妃，到底怎么回事？陛下，宋贤嗣这个贱人定是在说谎。纯洁宇，若有冤屈，如实说来便可。有本宫护着你，定不会再让你被贤妃打了板子。什么？纯洁于被贤妃打了板子？朕怎么不知道？许是贤妃妹妹有些吃味，纯洁于大度不计较，臣妾也不愿见后宫不敬，
扰了陛下清静。不是的，陛下，是臣妾以为纯洁于绘制美人图，这才……哼！贤思别怕，有朕在。陛下，京城最有名的美身师，名讳柳娘子，本就是个女子。臣妾是听闻陛下忧心前朝之事，为了给陛下祈福，祈愿这天下能够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报！启禀陛下，玉门关大捷，抚远大将军连下3座城市，北夷元气大伤，恭喜陛下！退下去吧。是。恭喜陛下，帝业永固，国泰民安呐！臣妾做这一切都是为了陛下，臣妾何罪之有？你确实无错。即日起，纯洁瑜晋为纯昭仪，择义公主位。陛下，嫔妾不敢。有何不敢？既然你处处受贤妃限制，便让你们2个平起平坐。即日起，贤妃降为贤昭仪，罚俸禄半年。陛下！贤思，今日受委屈了。能为陛下分忧，臣妾受再多委屈也无妨。朕今日将贤妃贬为嫔，你可满意？臣妾从未有过争宠之心，望陛下明察。若是叫陛下不快，臣妾甘愿受罚。明夜朕还来，心思如此貌美，朕喜欢的紧，又怎舍得罚呢？看来我要抓紧在这军营流失之前，爬上更高的位置，才能和谢雨之对抗。夏儿，你说为何君王的恩宠那么易得，又易逝呢？皇后娘娘驾到！这宫中有人得宠，便有人失意。想要盛宠不衰，何谈容易？与其在这伤春悲秋，不如好好想想，怎么把陛下的心牢牢攥在手里。宋贤思是你的人，你不去说叫他来我这儿做什么？本宫何时说过宋贤思是我的人？啊，本宫倒是忘了，像你这般狠辣心肠的人，谋害我儿，又怎会相助他人？你想借助宋贤思取代我的地位？哼，毕竟除掉没有家室的他，可比我容易多了。皇后，你还是如此的狠毒。本宫可没这么说。今夜来也不过是提醒你，纯昭仪机敏过人，你可要小心些。想让纯昭仪替代我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如愿的。哼，不就是争宠吗？哼，
本宫和陛下多年的情分，还比不上一个宋贤思。哼！难为你还有这样的心思，昨夜侍奉了陛下，今日又早起侍奉本宫。臣妾是娘娘一手提拔，不敢忘恩。好啊。本宫让你对付贤昭仪，可没让你勾引陛下。与本宫说说，昨夜陛下要了你几次？3次。臣妾谨遵皇后娘娘教诲，即便承宠，也是为皇后娘娘效力。真是巧言善辩。不过，本宫不需要一条太过聪明的狗。没有本宫的允许，你怎敢和陛下扯一扯？畜生这种东西，就是要让他好好长长记性，以后才会更听话。臣妾谨记。别妄图在本宫眼皮子底下玩什么心计，你的手段只配对付贤昭仪。若有朝一日胆敢用在本宫身上，本宫定会让你知道什么叫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起来吧，别叫陛下瞧见本宫苛待了他的爱妃。来，给本宫把花盒拿来。长姐，你的指甲这是？无碍。长姐不放心别人给你上药，总要亲力亲为吧。可这药要让长姐的指甲留下难以磨灭的疤痕，往后该怎么办？只要你能好起来，长姐做什么都愿意。谢玉宁，娘娘，谢玉宁是……巧了，本宫的长姐同你一样，为了给本宫上药，指甲上留下了不可除去的印记。可见娘娘与您的长姐感情一定很深厚。不，本宫对他恨之入骨。他被本宫连同他那低贱的爹娘一起丢去了乱葬岗。你的指甲与本宫长姐的指甲当真一模一样，你说这世上竟会有如此凑巧的事吗？臣妾不敢隐瞒娘娘，臣妾这些年并未在山中休养，而是与高人学习制香与媚术，常年沾染香粉，导致指甲被浸染。哦，是吗？你以后要服侍陛下，可不能坏了规矩。我宣个太医给你瞧瞧。怎么，你还有事瞒着本宫？臣妾习了媚术，所以双手常年浸染在迷情香中。若是被太医察觉的话，恐往后无法再效忠娘娘。真是个上不得台面的东西。
本宫又怎么会把你当成他？看来是本宫多虑了。这药止血化瘀，我要让陛下瞧见你的伤痕。这段时间，你务必好好伺候陛下，可别让贤昭仪再翻出什么乱花儿。谢皇后娘娘，贤妃这些年跋扈无度，不将皇后放在眼里，臣妾愿为皇后娘娘分忧。你有什么好法子？臣妾倒是个好法子。陈昭仪，本宫需要像你这样聪明的畜生。按你说的做，本宫许你荣华，你可不要辜负了本宫对你的期盼啊！娘娘，您是发现了什么？让父亲好好查查这个宋贤思，还有好好查查我那被换了脸的嫡姐的尸体去了哪儿。娘娘是怀疑父亲的教诲言犹在耳，本宫不能放过任何纰漏，更不信这世上竟有如此多的巧合。为保万无一失，这天下除了本宫，不可再有任何一瓶化颜粉。再用些日子，这张脸便彻底属于我了。苦了姑姑，陪我受罪了。奴婢受的苦跟小姐比起来不算什么，小姐前15年过得顺遂，却在及笄即将为后时被夺走了一切。试问谁能忍受被叫了10几年爹娘的父母杀人夺脸？所以，待我爬上高位之时，也要让他们尝尝被负的滋味。小姐，这张脸皮……不碍事，大师说再容一次，便不会出差错。想办法让大师再进宫一趟便是。可今日大师来信说皇后拿走了所有的焕颜粉，咱们的焕颜粉所剩不多了。此事暂且不急，等大师入宫来再说。接下来还有更要紧的事情要做。你去将这药方子交给贤昭仪，就说能让人有孕。谢雨之，你的这招借刀杀人，怕是要失算了。陛下，贤昭仪娘娘来了。不见。陛下。你真是越来越没规矩了。陛下，臣妾自知有错，特意为陛下带来一则喜讯。什么喜讯呢？哥哥战地来信，说胡塞来犯的10万俘虏已全部被击退，现已将之前丢失的数座城池也一并追回。如此说来，确是喜讯。陛下，您就原谅臣妾，好吗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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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
若再有下次，朕绝不姑息。是，臣妾遵命。宋贤思，这次我看你怎么跟我争。小姐，您真是神了！昨夜贤昭仪跪勤面见陛下，谁知道一进去就再也没出来。那方子可送到了？贤昭仪的贴身宫女佩儿已经按方子上的香料准备了，想来是上钩了。这太医署的孙太医是尹氏安排入宫的人，他和奴婢一样，愿誓死效忠娘娘。很好，布局已成。接下来就等贤昭仪上钩。这贤婕妤也是个一向跋扈的，如今复宠了，怕是更得意了。你也是个没用的，就让人活生生抢走了陛下。姐姐慎言，陛下喜欢谁便宠爱谁，固然没有争宠这一说。这留得住陛下，自然是贤昭仪的本事。这么多年都盛宠不衰的，岂是某个贱皮子比得了的？留得住陛下固然是本事，否则林才人已经进宫3年，不过还是个区区才玉。你是在说我没有本事？是啊，就是在说你没有本事。你还敢顶嘴？你还敢顶嘴？按照位分来讲，你该对我用尊称，称呼我为一句纯昭仪娘娘。你纯昭仪本事见长，一日不见都敢欺负本宫的人了。哼，嫔位也分3、6、9等。本宫身后是镇国将军府，纯昭仪，你背后有什么？哼，中州长史吗？进了宫，那便只有一个称谓，都是陛下的女人。嫔妾虽没有贤昭仪那般顶尖的身份，可是爱陛下的心，我比你少不了一点。你家不显，就算贵为嫔位，也改不了骨子里的贱气。哎，纯昭仪她是嫔位，岂是你一个才人智慧的？够了，都是姐妹，何必如此？哼，皇后倒是惯会和稀泥的，执掌凤印，早该制止这后宫的不正之风。不过这后宫实在是太安静了些，若是能有几个子嗣，皇后娘娘，你也应该早些为皇家开枝散叶啊。贤昭仪突然这样说，是肚子有动静了？昨夜陛下非要臣妾留宿，还宣了太医馆的孙太医来为臣妾把脉，说是臣妾脉象稳健，适合生养。陛下心疼臣妾，余下的这半月要日日来看臣妾。那你更应该好好安养，别像之前早夭的公主一样。皇后还是管好自己的肚子。你杀我儿之仇，我永世难忘。我倒要看看我有孕之后，你如何能坐稳中宫。大家都是来斗这儿的，你们何必剑拔弩张呢？是吧？皇后娘娘，臣妾最近听下人说，京城里来了一个游方道士，他会接头变，顷刻间就能把2个人的脸换掉，出神入化呢。要不咱们让他随戏班子进宫来，
给我们解解闷儿。江湖骗子，请他做甚？陈昭仪可听过换脸？本宫看陈昭仪的样子，自是听过换脸。本宫对换脸之事可有兴致得很，不如陈昭仪的脸，就让本宫先看看。这张脸果然是美似天仙。娘娘，臣妾虽没听说过有换脸的传闻，不过娘娘若是感兴趣，哪怕是江湖骗子，也有一二用处。不如请进宫来。那就请进宫来。本宫倒是要看看这脸到底是怎么换的。这样，我就能将大师顺理成章地带入宫内。请纯昭仪安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皇后娘娘为陛下每日准备的养生汤，奴婢告退。怎么了，娘娘？那汤里有百日夺命散，这药我曾在丞相府见过。那汤是皇后给陛下的，汤有毒，难不成？事情远比我想象中复杂。丞相府要换我的脸给谢玉芝，谢玉芝又要让他的孩子做嫡长子。原来是丞相想谋权篡位，而且这药也是他给谢玉芝的。若不是我跟随大师学习多年之养，这点微弱的气味，怕无人能闻出来。我即刻将此事飞鸽传书与大师，定能让整个皇城翻天覆地。且慢，此事没有证据，难以令人信服。况且，不会有人相信皇后会给陛下下毒。谢玉芝这16年的权谋，当真是学到了骨子里。此事暂且按下不表，等时机到了，就是我刺向谢玉芝的一把利刃。大师不是来信说会一同入宫，如今没见他，难道是出了什么事情？各位娘娘，草民献丑了。哇，竟真这般神奇！这两个人的脸还能换回来吗？可是幻术。回云结于娘娘，不是幻术，只是小小戏法，半个时辰之内就会自行恢复。不过，若是想，草民也知晓有世外高人，能够将两人彻底换脸，永不会再换回去。怎么可能啊！就这种江湖骗术，也就骗你这种傻子。你既会换脸，那能否看出一个人有没有被换过脸？回皇后娘娘，那是自然。本宫觉得纯昭仪的脸仿若无瑕美玉，不似人间之物。你帮本宫瞧瞧，纯昭仪的脸，莫非是天上哪位仙子的脸？皇后娘娘，民间戏法罢了，当不得真的。既当不得真，你怕什么？纯昭仪娘娘的脸果真如皇后娘娘所说，她的脸
当真被换过？哼，怪不得生得如此狐媚。若他真能看出是否换过脸，那我此前计谋岂不是功亏一篑？纯昭仪娘娘的脸，果真如皇后娘娘所说，如天仙一般，是换脸戏法的好模子。但草民敢保证，纯昭仪娘娘从未换脸。臣妾还是第一次见这么神奇的戏法。难道是本宫多虑了？皇后娘娘，既然皇后娘娘对变脸有兴趣，臣妾又是变脸的好模子，臣妾愿博娘娘一笑，变脸让娘娘瞧瞧。那就请纯昭仪娘娘随草民去偏殿准备吧。哼，还真是条好狗啊！这么下贱的戏法也愿意做。他与娘娘您家世不同，天差地别，自然是与娘娘您比不得的。去吧。果然是你。请。有多久时间？不超过1炷香。皇后现在断了所有焕颜粉的原料，我这边也用完。大师可有办法？我已经在赶制焕颜粉了，过几日就可以让琼华出宫来取。守着门，不要让任何人进来。是。方才皇后让我检查你的脸皮是否换脸，她是否起疑了？她恐怕早就起疑了。她疑心很重。大师，若往后你我出了事情，我们便以暗号作引，相助对方。那便有如履薄冰吧，就如同你我一样，为了复仇，如履薄冰。不行，药粉已经弥合不了了，需要马上缝制才行，至少需要1炷香的时间。谢雨之疑心很重，这个时间恐怕不行。现在不缝合的话，今天晚上就会脱落，到时候真的是功亏一篑了。希望琼姑姑多帮我撑一些时间。娘娘，大小姐换脸的山居小屋人去屋空，也没有见到她的尸身。这换脸就非看不可吗？本宫都等乏了。我看啊，是纯昭仪后悔了，不知道怎么给娘娘解释呢。哼，皇后娘娘，这纯昭仪都进去1炷香的时间了。既然各位都等不住，那各位妹妹便随本宫一起去看看这换脸戏法背后的秘密。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，来不及了，此事急不得。这味道是焕颜粉。若皇后也看见你的脸，一切都糟了。纯昭仪，原来这就是你谷藏的秘。皇后娘娘，出了何事？臣妾瞧殿外十分杂乱。
脸上的粉末从何而来？娘娘何出此言？此粉是高人换脸的秘方。谢玉宁，果然是你，没想到你竟然还活着。娘娘，此粉中含有银石，恐伤了娘娘圣体。这是怎么了？宋贤昭仪回蓬莱殿，立刻去请孙太医。好险！这次只是侥幸，只差一次机会就能完全恢复，拖不得了。我会尽快解决，还望大师多撑些时日。纯昭仪竟然换过脸！孙太医，本宫当真有孕吗？哎呦，恭喜娘娘！娘娘有孕1月有余，只是胎相不稳，尚需卧床静养。看来这后宫的第一个孩子，非本宫莫属了。您说是不是啊，皇后娘娘？那本宫就等着妹妹诞下皇嗣，绵延后宫。这几个月需要多加静养，可千万别出了什么岔子。不劳皇后娘娘费心。皇上驾到！恭喜陛下，贺喜陛下！贤妃娘娘已有1个月的身孕，这日后啊，定能给咱们后宫增添一些欢声笑语。朕这后宫总算出好消息了，爱妃，都是你的功劳。即日起恢复贤妃之位，以后这贵妃之位也非你莫属。陛下，安心养胎，天色不早，朕就不打扰你休息了。娘娘，慌慌张张做什么？娘娘，奴婢听到纯昭仪和那道士说话，纯昭仪说什么尽快修复脸皮，纯昭仪可能换过脸。什么？宋贤思，老天开眼，终于让我找到你的把柄了。这次你必死无疑。皇后娘娘，请留步。皇后娘娘，臣妾有话要讲。贤妃已步入圈套，现在只差您一声令下。我一声令下，诱导贤妃假孕害她的只有你，与本宫有何干系？娘娘，贤妃本就是靠家世猛兽圣宠，如今又有了子嗣，若此时不拉她下水，只怕后患无穷。宋贤思，这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，皇城内也没有本宫不知道的事。你当真是只想拉下贤妃？若我任由你拉下她，只怕下一个被拉下的就是本宫。你这是何举？事到如今，你还想争下去吗？本宫的好长姐谢玉宁，你果真察觉了。娘娘不必管我，快走！你以为她能逃得掉？琼华，无碍。他若想杀我，刚才便动手。你果真还如以前一样聪明。
这张脸融合的可真不错，难怪本宫没看出纰漏。本宫不想看到贤妃生出孩子，若做不成，你就看着琼华死吧。倘若我不做，那本宫现在就送你和他一起上路。我是陛下宠妃，你敢动我？谢玉芝，你别忘了，你换的是我的脸，你偷的是我的后位，你以为你还能高枕无忧多久？哼，放肆！本宫现在是皇后，你不过一介昭仪，我尊你卑，你竟敢如此和我说话！陛下宠谁，谁就是尊，哪怕你是皇后。既然我给了你活路，你不珍惜，那就去死吧！来人，把纯昭仪拿下，押入掖庭。我看谁敢！谢玉芝，倘若我今日进了掖庭，下一瞬为我陪葬的就是整个丞相府。我的命是捡来的，死了就死了无所谓，但你所有的秘密，不止我一个人知道。你当真是好本事，都是丞相教的好。今天若是琼华死在这儿，我保证，明日就是整个丞相府的死期。放人！谢玉芝，我今天给过你机会，是你自己不中用，往后就别怪我一一取了你们的性。娘娘，放虎归山终有隐患，不如……哼！后宫这群乌合之众，皆以为本宫无宠无子，却不曾想，本宫无子是真，无宠只是本宫不屑去争。本宫谋的可不是深宫，而是前朝。您的意思是要留下他？不仅要留下他，还要以把柄拿捏他，借他的手除掉贤妃，到时候斩草除根，让宋贤思为贤妃陪葬。宋贤思不是自以为运筹帷幄算准一切吗？本宫偏要让他知道什么叫棋差一招。起驾，去见贤妃。本宫不想今日之事外传，奴婢自会处置。皇后娘娘驾到！皇后娘娘安，所来何事啊？贤妃胎儿如何？本宫的孩子好得很，不劳皇后娘娘费心。纯昭仪能有勾人美貌，全凭换脸之术。本宫可以告诉你，给纯昭仪换脸之人，让你拿捏他的把柄。至于怎么对付他，就看你了。你能有这么好心，可别是陷阱。纯昭仪心思太野，想要贵妃乃至后位。就算本宫允，你允吗？他休想！证据稍后送到，信不信由你。宋贤思必须死，我的秘密才能保住，无一人知晓。纯昭仪必须死，我才能以此要挟皇后，保住孩子，坐上贵妃之位。没想到姐姐笑起来竟如此美丽。哼，我看呐，这宫里
要变天了。哼！琼华去取焕颜粉，怎么这么久？眼瞧着已有2个时辰了。来人！娘娘不好了，琼华姑姑在回宫的路上被贤妃抓走了。你去通知陛下，就说本宫被贤妃刁难，本宫现在就去蓬莱殿。是。姑姑，琼华究竟犯了何错，让你对她当众滥用私刑？哼，你这奴婢倒是忠心啊，本宫什么都没问呢，她就自己吞了哑药，宁死也不招供你。哼！姑父，怎么这么神？琼华虽身份低贱，但贤妃乃是四妃之首。你滥用私刑，我定会禀告陛下。禀告陛下？本宫巴不得陛下现在就来呢，好治你个欺君之罪。来人，把纯昭仪给绑了。宁兰琪，我身为昭仪，陛下不会放过你。等陛下来了，知道你是宦吏，故意接近你，看看我们谁会死。说，故意换脸接近陛下，所为何事？若是不说，本宫也可以打到你说为止。陛下驾到！陛下，您可算来了。发生何事了？搞这么大阵仗，还要对昭仪使用鞭刑？臣妾要告发纯昭仪欺君之罪，她秘术换脸，行事不正。贤妃娘娘，道士都说了，纯妃没有换过脸。若无换脸，这狐妹子靠什么争宠？我看贤妃娘娘所言不虚。贤妃姿势体大，指认纯昭仪可要讲证据啊。若嫔妾没有证据，自不会请您和陛下过来。何为换脸？为何换脸？陛下有所不知，前些日子京中盛传，有人能将2个人的脸替换，从此变成另外一个人。臣妾无意间掌握了纯昭仪换脸的证据，怕纯昭仪是敌国探子，蓄意接近谋害皇上，所以这才使用了私刑。哦，真有此事。陛下，臣妾未曾换脸，臣妾也未曾有过害陛下之心。臣妾对陛下之心，天地可鉴。是吗？那这个，你作何解释？这当真是那道士的模样？我怎么认不出来？那日我让小夏去取本宫掉落的发钗，意外听闻纯昭仪和那道士换脸的对话，这才让小夏把这张脸皮取回来，好让纯昭仪变无可辩。纯昭仪铁证如山，你还想狡辩吗？你究竟是何人？陛下，臣妾冤枉。臣妾与那道士见面交谈，是因为想要给皇后娘娘表演变脸。臣妾也不知道那道士为何变脸进宫。贤妃娘娘，臣妾自知你对我积怨已深，自我进宫以来，陛下对我宠爱有加，你就处处针对我。可我未曾想过责怪你，处处尊敬你。可今天你为什么要置我于死地？真好似记得确有此事。那你的意思是，本宫冤枉你了？来，夏儿，你和大家伙说说，你都见到了什么？陛下，
奴婢听闻纯昭仪娘娘每日都往脸上涂厚重的香粉，还听琼姑姑说那叫焕颜粉，涂抹可消除痕迹。臣妾得知，纯昭仪今日让琼华去宫外取焕颜粉，特命人蹲守。哼，果不其然，在琼华身上取到了那所谓的焕颜粉，并且琼华做贼心虚，自己吞了哑药，一个字也不肯说。纯昭仪，你好大的胆子！陛下，那焕颜粉只是可以美白之物，贤妃娘娘，你怎可因此就定罪于我？还不认罪？非要本宫扒了你的皮才认吗？行，本宫就让你心服口服。来人，把人带上来。陛下，臣妾顺藤摸瓜，得知此人就是为纯昭仪换脸的术士，并且那日伪装进宫的道士也是他。陛下，臣妾瞧着贤妃不似作假。可若是换脸，纯昭仪就不是纯昭仪了，那她是谁？这纯昭仪居心叵测，万万留不得。纯昭仪，你还不从实招来？陛下，要不先听听道士怎么说吧。好好说，但凡有半个字作假，本宫让你生不如死。回禀陛下，草民确实为纯昭仪换过脸。当年纯昭仪求我为她换脸，目的就是进宫迷惑君上，步步登天。哼，纯昭仪，人证物证俱在，说你到底是谁？臣妾未曾换脸，不知娘娘不此举有何用意？陛下，臣妾当真没有换过脸。如若陛下不相信臣妾，臣妾愿意以死明志。纯昭仪，事到如今还敢嘴硬，想故意寻死博取陛下同情。哼，纯昭仪，你还是这么多的阿杂手段。让那道士说，他给纯昭仪换脸，定然知道换脸之前他是什么身份。纯昭仪换脸前的身份，皇后娘娘不知道吗？皇后，你知道些什么？陛下，定是这道士受了惊吓，胡言乱语罢了。臣妾与纯昭仪从不相识，怎可得知他的身份？陛下，草民遇到纯昭仪时，她的脸已被他人换走，草民实在不知情。前言不搭后语，朕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从实说来，无论你背后是谁，朕饶你一命。草民身份贫贱，以前如履薄冰，受制于人。既然陛下愿留草民一条贱命，那草民必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大师，若往后你我出了事情，我们便以暗号作引，相助对方。那便用如履薄冰吧，就如同你我一样，为了复仇，如履薄冰。大师是假意投诚贤妃，为的就是彻底撇清我的嫌疑。纯昭仪娘娘，您就认了吧。若您行事磊落，那琼华怎会服毒自养？你就不要苦苦挣扎了。本宫早就说过，纯昭仪心思诡谲，如今看来果真如此。铁证如山，欺君之罪，应受车裂之刑，昭告天下。求陛下赐死纯昭仪。陛下，这件事情我从未做过，请容嫔妾自证。事已如此，还自证什么？我看你只不过是拖延时间罢。既要处死，又何必在意这一点时间？我给你个机会，
大师，我问你，我换脸之前是何人？被换脸之人现在在何处？如若你答出一点，我便认罪。被换脸之人已被灭口，是您的指示，是吗？如若是我的指示，那我怎会不知他被埋在哪里？你现在立刻告诉我他在哪，我即刻让人去找。我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埋在哪里，我不知晓，你也不会让我知道。你刚不是说是我指使你的？那你怎会不知埋在哪里？如若你说不出来，那这件事情就是子虚乌有，凭空虚造。我看你根本就是贤妃派来污蔑我的。陛下，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望陛下明察，臣妾当真是被冤枉的。下贱坯子，事到如今还敢污蔑本宫，本宫和他从就不认识。望陛下明察，是不是贤妃故意屈打成招，来冤枉臣妾？屈打成招？本宫何所有知？这还不算屈打成招的证据吗？若本宫不动刑，他如何说真话？那你又如何得知他说的不是假的？大师，你若有冤屈，自可在陛下面前明说。陛下，草民句句都是肺腑之言，绝无半点虚假。你可要想好，欺君之罪，可是要祸及家人的。陛下，兹事体大，不如先收押陈昭仪，容后再议。不必，朕允诺你，只要你把实情全盘托出，朕保你和你的家人无恙。陛下，草民说实话，贤妃屈打成招，目的就是为了让我只认陈昭仪，不仅以金钱为诱，还以草民的家人的性命作为威胁。草民不会换脸，也未曾给任何人换过脸。草民进宫只不过是为了多赚些银两，未曾想过要加入此次斗争。既然贤妃娘娘要置我于死地，那我就让你一起陪葬。我的孩子，昭儿，你要好好的活下去。哼，真是可惜了贤妃这枚棋子，居然没对你造成多大的损失。谢玉芝，你为了换脸，不惜屠杀大师满门，你会遭报应的。想要后位，尽管来拿便是，少在这说些冠冕堂皇的话，叫人恶心。大师，你且安心，血刃仇敌那一日，贤嗣必定以仇人之心为你祭奠。贤嗣，朕险些又冤枉了你。还是先看看贤妃娘娘吧，龙嗣重要，臣妾受点委屈没什么。孙太医，贤妃的孩子怎么样了？皇上，贤妃娘娘并不身孕。什么？一切安好。多谢孙太医愿意相信本宫，提前告知贤妃的动向。微臣受人之托，必
忠人之命。娘娘放心，贤妃假孕一事还能维持多久？最多3月便会有滑胎之兆，届时便再也查不出假孕之事。娘娘行事要抓紧。3月足矣。皇后急于借贤妃之手除掉我，到时贤妃假孕一事一定是保不住的。还有一事，皇后的眼线遍布后宫，怕是早知你我的关系。若她要挟，你可假意投诚，切记不可让自己立于危险之地。娘娘慈悲心怀，微臣铭记在心。胡说八道！本宫怎会没有身孕？陛下，臣妾瞧着贤妃娘娘也不像是有身孕的样子。本宫这几个月害喜数次，怎会没有身孕？有害喜的症状，是因为娘娘误食了假孕的药物。贤妃，你假孕争宠，还诬陷纯昭仪，朕今日绝饶不了你！是你，这一切都是你！你们都要害我，你们都不想我诞下皇嗣。来人，打入冷宫。等一下，纯昭仪，你不得好死！你不得好死！皇后，你身为中宫之主，后宫掀起如此轩然大波，你罪责难逃。陛下息怒，臣妾自知罪责难逃，请陛下给臣妾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。没有下次。你们先下去，本宫有几句话要跟纯昭仪聊聊。是。玉宁又让你死里逃生了一回。你部的局如此顽劣，何来的死里逃生？下次你可就没这么好运了。要么直接杀掉我，要么等着我踩在你头上，把你和丞相府的恶事一一昭告天下。哼，就算你掌握本宫的罪证，没有家世背景，你也休想跟本宫斗。哼！谁说我没有家世背景？不是还有贤妃？我自有分寸，你在门外候着。纯昭仪，就算你杀了我，还能回到从前吗？若我今天真是殒命于此，你身后的御史府、将军府都脱不了干系。你为何害我？我何时害你？是你作茧自缚。你已是我的手下败将，往后余生，你都没有翻身的机会。想不到我宁兰琪风光一生，
最后竟然栽在你的手里。对了，贤妃娘娘，我忘了告诉你，我这张脸啊，还真换了。陛下，你为何不信我？玉宁，本宫的好长姐，我等你许久了。谋害后妃的罪名，我看你怎么逃。贤妃自强，与我何干？哼，果然是本宫的好长姐，还是这般聪慧。就是可惜了，你还是没斗过本宫。我这张脸见你用了那么久，你居然用它行如此龌龊之事，我看还不如毁。你果然是为了这张脸复仇来了。可惜啊，本宫是皇后，即便你爬上妃位，也不过如同一只随意可以捏死的蝼蚁。我亲眼瞧见你害死了宁兰琪，杀害后妃的罪名你担不起。即便本宫现在就将你就地正法，你也只能乖乖受着。那你想怎样？别想着耍小伎俩，在本宫眼里，你不配。谢玉芝，我问你，你如果想要后位，大可以跟我讲，你为什么要夺我脸，取我性命？哪有什么为什么？你的命不过如草一般低贱，要怪就只能怪你生来就是贫贱命。是我让你有了爬到今天这个位置的动力，是我让你有了今天，你难道不该感谢我？我感谢你杀害我亲生父母，感谢你让我认贼作父。你竟然敢打我！我为何不敢打你？你的后位都是从本宫这儿偷来的，你的一切都是从我这儿偷来的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拿下！谢玉芝，你又晚了一步。我已有孕3月，便已有人转告陛下。你觉得陛下看到我的尸身后，会饶过你？今夜之事，你若敢说出去半字，我就算搭上我的性命，也会把你的秘密讲出去。君来。陛下驾到！纯昭仪有身孕了。回陛下，纯昭仪娘娘已经有孕3月了。贤嗣，这是你和我的第一个孩子，也是后宫的长子，一定要平安出生。有陛下和皇后娘娘庇佑，臣妾定能安然无恙。即日起，纯昭仪晋升为妃，为4妃之首，淑妃。这后宫之中，
只有你真心待朕，不拘小节，朕心甚美。皇后，淑妃的孩子就由你来照顾，若是出了问题，朕唯你是问。是。陛下，臣妾看您今日气色不太好，不如让孙太医把脉吧。陛下并无大碍，只是略有虚空，多补即可。放心，皇后特意命人寻来养生汤的方子，朕喝起来效果甚好。陛下，补药也是药啊。淑妃不必多心，此方子已让太医瞧过，陛下喝了无碍。好了，先下去吧，朕今夜留宿昭华殿。父亲谋划数十年才找来的西域奇药，岂是区区太医能验出来的？等孩子诞下之时，我去母留子，你更名换姓也不配做我的对手。谢玉芝，等孩子诞下之时，便是你的死期。孙太医，微臣在。你一直为淑妃调理身子，如何了？一切安好。皇后息怒，淑妃娘娘她就是体虚，臣这几日都在悉心的给她调养，如果不受到惊吓，不日便可痊愈。本宫知道你是淑妃的人，本宫还不至于对一个太医下手。陛下要我好好保护淑妃腹中胎儿，本宫自然不会造次。淑妃娘娘的身体底子好，若是遭到了惊吓，怕是精气多冒，会影响神智，可这断不会断胎啊！谢皇后娘娘赏赐。那你可得好好照顾淑妃的孩子，可千万不能出了什么岔子。微臣愿誓死跟随皇后娘娘。臣告辞，微臣告辞。哼，受惊，本宫要的便是他母体虚弱难产而死，将皇子顺利的养在本宫膝下，如此方能顺利继承皇位。淑妃，本宫现在确实拿你无可奈何，可若本宫不举，生产当日便是动手的最好时机。淑妃是在烂葬岗鬼门关走过一遭的人，想必对此事忌讳陌生。娘娘的意思是，想以鬼神之说致使淑妃惊悸，待生下孩子，便可顺理成章对外宣称淑妃难产，止于灵儿。不错，宁兰琪在她面前自枪而亡，那便让宁兰琪入她的梦。穷姑姑，穷姑姑，谁？娘娘近日总是夜半醒来，莫不是之前的药丸落下病根了？明日，请孙太医再过来瞧瞧吧。孙太医今日总是支支吾吾的，明日奴婢定然好好问问。
宋贤思，你来索命了！淑妃，贴身伺候你的琼华呢？琼华姑姑受了惊吓，无法当值。臣妾听下人说，那鬼影像极了贤妃，不会是贤妃回来索命了吧？这宫里哪有鬼啊神的？婕妤姐姐，别吓唬自己了。林采人，你从前和贤妃最是要好。你瞧，贤妃来看你了。哎，开玩笑吧，瞧你吓的。都少说几句，别吓着淑妃肚子里的孩子。孙太医说你是体虚，这才惊悸多梦，你也要好好休息。现下你已6个月，孩子如何？多谢皇后娘娘关怀，臣妾无碍。昨夜寿星孩子动了头，想必应也是吓到了。藩邦上贡的血宴全部紧着淑妃享用，另外营养补品也要连绵不断的服用，务必好好保住这个孩子。是。皇后娘娘对淑妃可真好，其他人可没有这待遇。多谢皇后娘娘太爱。皇后娘娘，这皇宫里贤妃的魂魄横行，我们要不要做场法事啊？糊涂！你是想叫天下百姓知晓后宫纷乱？此事是你的心病，累及了宫人，你只需好好调养，定然不会再见那鬼影。另外，此事不必禀告陛下。今日西北叛乱，陛下也夜不能寐。可淑妃有孕，正是需要陛下关怀的时候，皇后娘娘怎可不禀告陛下？至于软禁何意？蠢货！本宫做事，何时轮到你来指挥？失礼了，臣妾有些不适。既然如此，各位妹妹先回去歇着吧。聪明些，不该说的别说，也别妄想见着陛下，否则我不介意与你同归于尽。娘娘，琼华姑姑经此一下，太医说松动了什么穴位，竟能开口说话了。姑姑，娘娘，你不能再坐以待毙了，否则等到生产那日，必是你的死期呀！奴婢想办法去求陛下。不必，我早已有应对皇后的法子。可是娘娘，您还有孩子，若是不想出破局之法，迟早要被这所谓的魂魄给吓破胆。谁说我怕？做人的时候斗不过我，做鬼我又有何惧？装病不过是我蒙蔽皇后的手段，只有她足够轻敌，才会露出破绽。至于软禁，当然更合我意，省得还要日日请安演戏，想想都是真累。就是苦了孙太医，这段时间要和皇后虚与委蛇。这都是奴婢们该做的。娘娘，以后该怎么做？继续装病，让皇后觉得大计将成。你将这封信送去给宁将军。
我为谢玉芝下的这盘大棋，从此刻开始收网了。起来吧。不知皇后娘娘为何深夜宣臣妇进宫？蓝旗尚在新丧，尚未入土为安。死因不明，恩仇未消，如何入土为安？你只知贤妃自枪而死，却不知放火的另有其人。你好好想想，是谁害得贤妃跌入谷底？淑妃，是淑妃。还不算蠢。我要找陛下，还我公道。淑妃心机颇深，否则陛下不会将贤妃打入冷宫。你此时去，只是送死啊！求皇后娘娘为蓝旗主持公道，让本宫针对有孕的宠妃。李夫人，此事怕是不妥吧？只要娘娘能为蓝旗主持公道，臣妇从此言听计从。我记得你们镇国将军府曾得先皇允准，可在京城漫养私兵。本宫便要这能号令私兵的令牌。这若不愿，那便让贤妃死不瞑目吧。不，只要皇后娘娘能让淑妃偿命，臣妇什么都愿意做。3日内将这令牌送到丞相府，并且安排一个美人进宫，听本宫的话，本宫就能拿下淑妃。未借贤妃在天之灵。淑妃娘娘，皇后娘娘办了赏荷宴，邀您前去呢。本宫知道了。淑妃娘娘可得尽快了，皇后娘娘为您准备了惊喜，若是来晚了，可就见不到了。娘娘，此去鸿门宴，皇后娘娘来者不善呐。她还不敢当众害我的孩子，无非是些小伎俩罢了。若不让她知道我身体虚弱，又如何掉以轻心？我可不想跟她同归于尽，她身死，我需全身而退。脸色怎地如此之差？太医瞧过了吗？孩子闹腾，最近夜里总是惊悸多梦。孙太医已经瞧过了，陛下无需挂心。难怪皇后说你气色不佳，特意办了这场贺宴。淑妃现在当真是金贵了，陛下和皇后都紧着你一个人。皇后有心了，淑妃月份大，还是得多加小心。陛下放心，臣妾早有安排。民女曲如烟参见陛下。这女子是何人呢？淑妃这一胎，臣妾与陛下都十分看重，因此臣妾特意请来苗疆医女为淑妃诊脉保胎。边疆竟还有这等女子，去给朕的爱妃瞧瞧。是。
回陛下，淑妃娘娘脉象偏虚，气虚欲堵。不过民女自小便习得边疆医术，待民女为淑妃娘娘调理过后，可保淑妃娘娘的身体无恙，平安生产。好，重重有赏。陛下，曲姑娘孤身一人，居无定所，臣妾也是瞧她可怜，才给了她一份差事。皇后如此心软，朕怎么能不支持？封美人，以后就服侍朕吧。爱妃，你可知味？娶美人能得陛下一笑，自然是好的。毕竟臣妾现在有孕在身。朕的后宫如此和谐，朕心甚慰啊。随朕四处走走。淑妃，今日的赏荷宴，你可还满意？谢玉芝，除了借他人之手争权争宠，你还会做什么？你也只能嘴硬罢。举如燕会医，能给陛下调养身体，使龙颜大悦，且你会的他都会。不出半月，许如烟便会顶替你成为新的宠妃。那又如何？这叫架空。陛下的视线终会紧着许如烟，而你有孕却无法侍寝的淑妃，将会慢慢淡出陛下的视线。届时，你说你的下场会是什么？今日就是要让你知道，你在本宫手中如同蝼蚁。往后好生养胎，恩宠之事自会有人听，就不要离开昭华殿了。本宫自会派人把守宫门。在陛下眼皮底下插手牵手，谢玉芝，你未免胆子也太大了吧？来人，淑妃病了，送去昭华殿。病愈之前，任何人不得探视。娘娘，这才短短3月，曲美人变成曲昭仪，恩宠太甚了。而您这3月被皇后拘着，连大门都不能出，陛下也没来瞧过您。奴婢看，长此以往下去，这曲昭仪会听从皇后的令，加害于您。且那曲昭仪若是怀了孕，皇后恐怕会对您痛下杀手。臣妾不请自来，娘娘不会怪罪吧？不愧是荣宠淑妃啊，这寝殿可比臣妾的好太多了。臣妾定要找个机会同陛下好好的说。曲昭仪，见到淑妃娘娘理应行礼。陛下说了，臣妾啊是边疆女子，可遵循边疆礼数，不必过。那曲昭仪，你今日来访又有何意？若无事的话，本宫要先行休息。臣妾那日瞧得淑妃娘娘丹蔻染得极好，细问之下才知是娘娘采了鲜花，亲自动手。臣妾服侍陛下，自是要对陛下的事情处处上心。今日前来，主要是看看这丹蔻对孩子有无损伤，若无，
那就请淑妃娘娘你亲自给我染丹蔻。放肆！淑妃娘娘乃四妃之首，怎可纡尊降贵给你染丹蔻？那是下人的活。皇后娘娘说了，您若是不同意，就断了您的雪燕供给。到时这孩子能不能平安出生，可就不一定了。琼花，娘娘，此事若是传出去，人人皆知您失宠，竟被人肆意屈辱。这不就是皇后想看到的吗？去吧。是。还算识趣。曲昭仪，参见皇后娘娘。他照做了，给本宫瞧瞧。淑妃如何？淑妃面色苍白，桌子上还有药丸，看样子身体依旧羸弱，并且她并未做过多挣扎，便应下了臣妾的折辱，想来定是怕了皇后娘娘。哼，草包一个！本宫还以为他有多能耐，不过略施小计，便缩成了鹌鹑。你，臣妾能有今日，都是皇后娘娘相助，定然不敢有二心。近日你给陛下调理身子，如何了？皇上看似康健，实则内里亏空，想必不久便会显露症状。不过臣妾已寻得救治之法，只需……不许！该怎么做，你心里清楚。臣妾会以食疗之法，便是太医来查，也定然查不到陛下身子亏空。淑妃眼看就要临盆，传信给李氏，就说本宫要调用所有私兵。至于你，本宫要你在拿到孩子之后，亲自了结淑妃性命。是。去把陛下请来。淑妃月份渐大，陛下身子还康健，这怎么行？可娘娘不是每日都送给陛下养生汤？芷如烟已经发现了陛下身体亏空，以免万无一失，今夜就得给陛下下一剂猛药。是。你我夫妻一场，便让你走得体面些吧。朕近日忙于国事，无暇顾及贤思。贤思的孩子如何了？淑妃近些日子月份大了，时常困乏，孩子却无恙。这味道是曲昭仪进献的食疗方子，陛下快喝了这汤，是曲昭仪的一番心意。今夜得空，朕去看看淑妃。陛下，孙太医今夜为淑妃燃了安神香，陛下还是别去了，淑妃难得安睡一次。
淑妃近日难以安睡。月份大了，身体难免不舒服。陛下放心，臣妾定尽心竭力照顾好皇长子。罢了，朕今夜便在此留宿吧。娘娘，去问过太医了，淑妃那边到底如何？孙太医回禀，淑妃日夜精进，已经没有什么精神头了，但日日吃着娘娘您送的补品，腹中胎儿倒是康健的很。盯紧淑妃，若有发动迹象，即刻出宫去请丞相府的产婆，务必要去母留子。孙太医下的药也太猛了些，您近日都没血色。不过都是看起来虚弱罢了。若无狠心，我怕我孩子活不过足月。为了这个世上和我唯一血脉相连的孩子，受点苦又算什么？奴婢去给您拿些蜜饯压一压。站住！吾皇后吩咐，不得擅自离开。淑妃娘娘肚子里可是皇嗣，我等只听皇后的命令。琼姑姑，回来吧。这当真是要反了！皇后怎能调动御林军？这分明是软禁您。我这个妹妹从小就狠心，表面看起来天真无邪，实则最心狠手辣。从前我在深宫后院看她肢解猫狗，以为她只是一时沉迷，无术发现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她心性如此。丞相再加以引导，她变成了他复仇中的一把利刃。我的孩子还差半月就足月了，谢玉芝终究是等不及了。既如此，我便助他一臂之力。娘娘，淑妃发动了。请稳婆了吗？陛下，陛下，自从加到药量后，人也变得不清醒。无碍，等孩子到手，这皇帝也该换个人了。丞相府的稳婆已经到昭华殿了，曲昭仪那边也已经赶过去了。待淑妃分娩，第一时间去母留子。确认是皇子吗？这些日子，太医署的太医们都已经去诊过脉了，确认是皇子。自古帝王多薄情，要不是你碍于丞相府，一直不敢让本宫有孕生子，我们又何至于走到此？去昭华殿。琼华，一切都准备好了吗？娘娘放心，一切都安排好了，您就放心生产吧。老奴奉皇后娘娘之命，为淑妃娘娘接生。我家娘娘早有公主安排的稳婆，皇后娘娘口谕，谁敢阻拦？哼！淑妃娘娘如何了？这么多血，孩子可有问题？娘娘胎位不正，稳婆和曲昭仪娘娘还在里面。娘娘，去看看情况如何。是。
娘娘，今夜父亲早已备好兵马，贤妃家族的私兵也已就位。今夜挟皇子夺位，名正言顺。给父亲传信，立刻派兵围城，等孩子出生就动手。是。禀告皇后娘娘，胎位已经柔正，随时可以生产。去吧，务必确保万无一失。是。玉宁啊，玉宁，本宫的好长姐，当初本宫借你的脸获得权力，现在又借你的孩子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，你终究只配做本宫的垫脚石。娘娘，不好了，娘娘，所有的御林军都被换了，咱们的信根本就送不出去。莫慌，父亲为此事筹谋了20年，早已铺平了路，怎会出错？况且，咱们不是还有镇国将军府的私兵吗？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，怎么可能阻止我的计划？镇国将军府的私兵也不曾放行啊，娘娘。这不可能！宋贤思害死了贤妃，李氏万万不可能出尔反尔，这一定是障眼法。孩子，对，只要本宫有了孩子，这一切都是本宫的。孙太医，将孩子交于本宫。孙太医，曲如烟，你们……谢玉芝，你还真是执迷不悟。你不是体虚，早已无力回天了。许你在后宫大展拳脚，不许我埋下暗线，混淆视听。与你这种人为伍，当真是恶心至极。你竟与仇人沆瀣一气，对得起死去的贤妃吗？我对你不过是假意投诚，你不会真以为我是为你甘心卖命？这几个月来的言听计从，你都是装蠢货！到现在，你还不明白吗？老奴奉皇后娘娘之命，为淑妃娘娘接生。哼！贤思姐姐，你放心，有我在，任何人都伤害不了你的孩子。如烟，你不必自责，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混淆皇后视听。贤妃娘娘特意叮嘱要我一定好好助娘娘，杀了皇后。为此，我做什么都愿意。到现在，你还不明白吗？贤妃竟然没死！哼，我死了，怎么看你自食其果？还怎么回来报仇？
我要跟你拼了！你若杀了我，就再也没有复仇的机会了。你让我失去宠爱，陷入泥潭，我杀了你，怎么不算报仇？是你挑衅在先，我不过是以牙还牙。真正害你的人，你真正的仇人是谢玉芝。为你红花，害你丢掉第一个孩子的，也是婚后。我的孩子就那么小小的一个，他在我的手里，就慢慢的没有了气息。我不会放过皇后，我也不会放过你。实话跟你讲，今天是皇后叫我来，要我取了你的心。可我不想害你，皇后每天都在给陛下下毒。你是想在这冷宫里等来皇上的死讯吗？我可以帮你，后面会有人为你换脸，带你出宫。我的条件是，要你身后的势力帮助我铲除皇后。等我铲除她，再清算我们之间的恩怨。多行不义必自毙。这一切是你在背后做的手脚。不，你不可能如此手眼通天。你以为你是皇后就可以肆无忌惮？今日我便教教你，什么叫胜天半子，功亏一篑。哼，功亏一篑。父亲还未进宫，我不可能输。谢玉芝，我早料到你会拿贤妃之事拿捏我，我便以身入局，假意被你软禁，逐渐放松你的警惕，最后我让你万劫不复。我还真是低估了你，此事你从一早就开始谋划了。好了，镇国将军府的私兵你将丞相府包了，御史大人也提前写好了弹劾的奏折，等到天一亮，一切就都结束了。早知今日，我就该在认出你身份之时杀了你。可惜，一切都晚了。你就不怕陛下知道你恶毒的心思，让你失去这一切吗？陛下不是在我怀里吗？哼，原来如此。谢玉宁，你竟早已将我的亏篓断了个干干净净。我谢玉池骄傲一生，从不向任何人低头。我就算是死，也不会死在你的手里。妹妹，你死了，谁为丞相府满门收尸？去看看吧，是姐姐为你准备的惊喜。皇后娘娘，丞相府试图谋反，已被御林军围剿，上下710余人，无一生还。谢玉宁，你好狠的心啊！
长姐，你终于来了，我的好长姐。哦不，现在应该管你叫一声太后了吧？谢玉芝，想不到自己会沦落到如今这个境地吧？顶着我的脸坏事做尽，我恨不得立刻扒下你这副脸皮。可这一切本来就是属于我的，就因为那丑陋的胎记，我只能囿于后宅。可你顶着我的身份享尽荣华，这是你欠我的。我说过，只要是你想要，我不会吝啬。但你不该去争、去抢、去算计，是你将这16年的姐妹情变成了一场笑话。要杀要剐，悉听尊。杀了你，未免也太便宜你了吧？当年你害得我儿惨死，又在我的饭食中加了麝香，让我从此再也无法有孕。这桩桩件件之仇，我不过报时之欲耳。谢玉芝，死是很容易的事，在我们姐妹报完仇之前，我会让你好好的活着。你不是喜欢用针扎人吗？今天我也让你试试。从前我对你那么好，我拼命的讨好你，在你身边做一条狗，可你还是不放过我。你不知道十指连弦的滋味吧？今天我就让你尝尝。本宫是中宫之主，怎敢如此？中宫之主，你只是一个不会被记入史书的皇后，罄竹难书的千古罪人，谁会在乎你的死活？谢玉芝，你也有今天。我没有宠爱，没有家世，我唯一的背景就是跟我一起入宫的婢女。就因为她冲撞了你，你就要将她杖毙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视她的生命如草芥？为什么你要连我最后的希望也要幻灭？为什么？我最讨厌你这种高高在上的模样，现在看着舒服多了。用尽了一切，倾尽了所有，还能和我的脸？为什么你们要毁了他？啊！你不如杀了我！人活着，就是要为自己做出的错事付出代价。我不会杀了你，我会留下你。我要你日日夜夜看着你丑陋的样子，度过余生。兴元35年，皇帝驾崩，因皇太子年幼，故由皇太后宋贤司事垂帘听政。